我会努力爱上你的。新婚当晚，萧凡对我说。我和萧凡是商业联姻，在这场盛大的婚礼前，我们只见过寥寥数面，连话都没说过几句，却因为钱被绑在了一起。我已经做好了被抗拒、被羞辱的准备，毕竟那些小说里都是这样的。一般男主都会在结婚当天对女主说，别妄想我会爱上你，我们结婚只是因为利益什么的。萧凡却对我说出努力爱上你这句话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真的喜欢他。很早之前我就喜欢他。那是一场华丽盛大的宴会，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他和平常的富家公子不一样，他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个词，温柔，是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温柔。和我恰恰相反，我父母给我取名羲和，是太阳的意思。他们希望我像太阳一样发光发热，夺目出彩。我的性格也大大咧咧，活泼跳脱。宴会上，我不小心撞到了他，手里的果汁洒了他一身。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，僵在了原地。我本以为会被责骂，再轻也是要被埋怨2句的。但他第一时间拿起了旁边的纸，先是擦干净了我手上残留的果汁，然后又问我有没有弄脏衣服。他看到我没什么事，才开始清理身上已经浸透衬衫的果汁。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向他，一眼万年，想必就是如此吧。那次之后，再有什么宴会，我都会央求父亲带着我一起。父亲一开始还以为我转性了，毕竟以前的我最讨厌这些商务宴会。殊不知，我只是为了再见他一眼。他很聪明，也很优秀，明明是差不多的年纪，我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他已经可以和各种行业大佬侃侃而谈。自信、得体、温雅，大概这些词都是用来描述他的。我只是远远地望着他，就能感觉到他浑身散发的光芒，迷人且强大。见他一次，我就能从他的身上发现一处新的闪光点，而我对他的喜欢也是越陷越深，直至无法自拔。从那时候起，萧凡就是我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。除了拥有和太阳一般炙热的性格外，我同时也拥有了如太阳一般强烈的自尊心。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关于萧凡的任何事，只有我知道我有多爱他。所以当我听到父母说要和他们家联姻的时候，我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。萧凡家主地产，而我家主房产，我们2家都是这座城市企业的佼佼者。我们2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，如果能强强联手，必定势如破竹，2家的生意也能更上一层楼。但我们2家之间缺少一个纽带，或者说是一座桥梁，一座连通2家能给彼此安全感的桥梁。无疑，我们的婚姻会成为最坚固的那座桥梁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我成为了他的妻子。其实当时我的父母是在商量要怎么拒绝联姻的，他们不想为了利益委屈自己的孩子。但我坚持要联姻，虽然我嘴上说是为了家里的生意，但实际上我只是想和萧凡在一起。我做到了。心心念念许久的人，现在就躺在我的身边。虽然我们的心隔了很远，他说在我们真正相爱之前，他不会碰我，如果我找到喜欢的人，他也愿意成全我们。看吧，我喜欢的男人就是这么温柔。婚后我们相敬如宾，他对我很好，会陪我逛街，陪我看电影，陪我吃烛光晚餐。我提的要求他都会尽力满足，虽然他平时很忙，但从没超过半夜12点回家。他还会不定时给我带些小礼物，让人给我送来最新版的化妆品和包包。虽然我并不喜欢那些，但我还是好好珍藏了起来。他给我的东西我都喜欢。他会带我去朋友的聚会、商业伙伴的宴会，也会带我去他的公司。每当有人问起我，他都会微笑着向别人介绍，这是我妻子。每次听到他说这句话，我都忍不住扬起嘴角。是啊，我是他的妻子，所以总有一天他会爱上我的。萧凡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似乎是换季的原因，这几天我总是恶心想吐，胃里也有些不舒服。家里的佣人打趣地问我是不是有小宝宝了，我总是笑着跟他们说哪有那么快，我们还要过几年2人世界呢。说完，我心中又忍不住一阵落寞。我和萧凡结婚已经1年了，这1年里他对我很好，所有人都能看出来，他疼我敬我，是难得的好丈夫。但他并没有爱上我，其实我们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。我总觉得他有很深的心事，只是在我面前伪装得很好。面上他永远都是那个温文尔雅、波澜不惊的萧凡，只有在夜深人静、万籁寂静时，真正的他才会显现出来。他常做噩梦，醒来是一副痛苦挣扎过的样子。我看着他，心痛不已。我试过安抚他，但只有那么一次。我伸出手抚上了他紧皱的眉头，不等我下一步动作，只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触碰，他却瞬间惊醒，躲开了我的手。我一时愣住了，张嘴想解释，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那晚他去了客房，对外他说是他梦呓，怕吵到我。只有我知道，他大概是讨厌我的触碰，更不想把他的心事告诉我。那晚之后，我们同床，他留给我的总是背影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有些难受，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翻涌。
我从家里翻出了几片胃药，也懒得接热水，伴着几口冷水吞了下去。许是药效的原因，不一会我就有些昏昏欲睡，我便让佣人拿了毯子躺在了沙发上，准备小憩一下。但没想到我一觉醒来，什么都变了。我是在医院醒来的，睁开眼的时候，身边站了2个人，我的丈夫和我的妹妹。萧凡说，他回到家里就见我在沙发上躺着，他怕我着凉，本想把我叫醒，让我去房里睡，但一碰到我就被烫了一下。我发了高烧，已经没有意识了，佣人以为我还在睡觉，也没来打扰我。他急忙把我抱到了车上，送来了医院。萧凡说，要是再晚一些，我可能就被烧傻了。我却在想，萧凡第一次抱我，我居然没有意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真是可惜了。见我发呆不说话，我的妹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问我是不是真的烧傻了。我打开了她的手，白了她一眼。你才傻了呢，她笑了起来。我望向一旁的萧凡，他呆呆地看着清月。我的妹妹叫清月，是月亮的意思。我们是双胞胎，父母以日月为我们命名。我们有着一模一样的脸，性格却天差地别，就如同名字一样，我大大咧咧，他温柔似水，和萧凡很像。我本以为2个很像的人是不会喜欢对方的，爱上另一个自己有什么乐趣可言？但我错了。萧凡看向他的眼神，我再熟悉不过，那是我看向他的眼神，满满的爱意。萧凡只愣了几秒，便很快地回过了神。他很会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但我还是看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萧凡的身边，一遍遍地看着他的背影，一遍遍地想着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了我的妹妹。他们明明很少见面，陪我回娘家的时候和家族聚会上而已，寥寥几次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们从未有过什么亲密的举动，甚至连说都没说过几句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会喜欢上他呢？没人可以回答我，连我也不知道。我们长着2张一模一样的脸，为什么你爱的人不能是我？那天之后，我有意无意地观察着萧凡，我想再找到些什么蛛丝马迹，但什么都没有。医院那一面之后，萧凡再也没露出过那样的眼神，他又变得和从前一样，眼睛里除了温柔，再没有其他的情绪。有时候我就想，是不是我看错了？他和清月的交集，甚至比之前的我们还要少。没理由，萧凡没理由会喜欢上他的。这么想着，我又慢慢放下了心来。对呀，没理由的，就算喜欢，萧凡也只会喜欢上日日夜夜陪在他身边的我，不可能会是我妹妹的。但是女人的疑心一旦产生，就会日益膨大。我再怎么给自己心理暗示，再怎么告诉自己不可能的，都没有用。那天萧凡看向他的眼神，就如同一座大山，狠狠地压在了我的身上。我甩不掉，我每天都在背着这座大山生活。我累极了，这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也是我妹妹的生日。萧凡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，因为和妹妹是同一天，我也叫上了她。萧凡专门又买了一个蛋糕，我还笑他浪费，又吃不了多少，我们姐妹俩用同一个就行了。我永远记得那天萧凡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不一样的，虽然你们是双胞胎，同一天出生，但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我恍惚了许久，我在想，这句话他是对我说的，还是对我妹妹说的？也或许是对我们俩说的。因为独一无二，所以我不是他，他也不是我。萧凡可以爱他，但不会爱我，是这样吗？我们结婚的第2年，双方父母都开始催我们赶紧生个小宝宝。萧凡总是笑着推迟，说我还小，还能再晚几年，太早要孩子，我就没自由了。在别人眼里，萧凡真的是爱惨了我，事事以我为先，去什么地方也会向我报备，为了让我多玩几年，宁可不要孩子。只有我知道，这些都只是因为他不爱我罢了。因为不爱我，所以对我相敬如宾；因为不爱我，所以我们从没做过夫妻该做的事；因为不爱我，甚至我们连架都没吵过一次。我有试过向他提出无理的要求，但他总是笑着答应。我也试过故意激怒他，但他总是笑着跟我说不早了，快睡吧。因为不爱，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无法激起他心中的波澜，只是因为不爱而已。我永远记得生日那天，我故意多喝了几杯。晚上，我借着醉意，第一次抱住了他。他的身体下意识的一僵，然后就迅速推开了我。或许真是因为醉意，被推开后，我不等他说话，就再次抱住了他，吻住了他的唇。我摒弃了我所有的自尊与骄傲，把一切都赌在这个吻里。我不赌他会因为一个吻而爱上我，我只赌他不会再次推开我。可惜我输了。和那晚一样，他去了客房，在一墙之隔的卧室里，我无声地哭了一整夜。第2天，他和往常一样叫我下楼吃饭。他没提昨晚的事，我更不会提。但我大概已经明白，他不爱我，甚至可能连一丝的心动都从未对我有过。那次之后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，
总是有意无意地叫着清月来我家，我们俩经常一起逛街，一起吃饭。而萧凡自从无意中撞见过几次我和清月在一起后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了。我知道萧凡是在躲他，他总是把情绪控制得很好，如果不是我时时刻刻都注意着他，想必肯定不会发现他不经意间对清月流露出来的爱意，那么热烈又那么克制。他真的是一个合格的丈夫，不晚归，不沾花惹草，不和任何异性有过多的触碰，甚至对自己喜欢的人都那么疏离克制。因为他已经结婚了，他的妻子是我，他深知这一点，所以极力克制。他真的温柔至极，不愿伤害我，也不愿伤害清月。结婚3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送给了萧凡一份特殊的礼物，离婚协议书。那好像是我3年来第一次在萧凡的眼睛里看到温柔以外的情绪。他很惊讶，问我为什么。我们本来就是商业联姻，我不喜欢你，跟你在一起这3年我也过够了，我要去寻找真正属于我的幸福。那天我没看懂萧凡的眼神，他的眼睛里不再是温柔，似乎有些悲伤，又有些欣慰。我看不出来，也不想再看。他沉默了许久，拿着那份离婚协议书，把自己关进了书房。出来的时候，那份协议书上多了他的名字。我看着那份协议书，长呼了一口气。我背上的那座大山终于放下了。我们突然离婚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，包括我们的父母。萧凡揽下了一切，他说是他不好，工作太忙忽视了我，所以才会造成我们感情破裂。他向我的父母郑重道了歉，说辜负了他们的希望，没有照顾好我。这3年他对我的好，我父母都看在眼里，我父母也并没有怪他。我们2家的合作还像之前一样，并没有因为离婚而产生变化。我偶尔还会去看望萧凡的父母，他们对我也依旧像从前那样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变，也好像什么都变了。我和萧凡离婚不久后，清月就开始被催婚了。不过也正常，她跟我一样大的年纪，我都离过1次婚了，她却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有时候被父母催得烦了，她就来找我避避风头。和萧凡离婚后，我们之前住的那栋房子，她过户给了我，说是给我的补偿，我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。这里的一切我都没动，每次看着房间里的陈设，我就觉得他好像还在我的身边，我们还像从前那样。今天清月又来找我，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随口问了问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。清月叹了口气，咱爸妈看好的那些男生，表面看起来斯斯文文，实际都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我实在是看不上。我喜欢那种温柔的、有担当的男生。萧凡那样的吗？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，话一出口，我愣住了，清月也愣住了。缓了2秒，清月挂上了一副不怎么走心的笑，轻轻打了我一下。姐，你又说胡话了。我嘿嘿地笑了2声，没再说话，继续自顾自地看着电视。清月却不像往常一样陪着我，坐了没一会就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愣了许久。我去找了萧凡，这是我们俩离婚后第一次见面。其实只隔了半年，但我看到他的那一刻却觉得恍如隔世。他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件，听到敲门的声音，温柔地说了一句请进。他抬起头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我今天的装扮和清月有些像，或许他第一眼把我看成了清月。我并没有在意这些，我很直白地问他是不是喜欢清月。听到我这么问，他愣住了，半天也没给我答复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虽然我们不曾发生过什么，但我毕竟是他的前妻，这是众人皆知的。如果他和我的妹妹在一起了，指不定外面那些人会怎么猜测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的。那天我跟他聊了很多，从前、现在，甚至未来。我们第一次说那么多话，竟然都是围绕着另一个人。临走之前，我告诉他，喜欢就赶紧去追。清月正在被催婚，要是不好好把握机会，清月指不定就被哪家的公子哥骗走了。我说得很轻松，还带了几分玩笑的意味，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也正在看我，眼睛里闪着不明所以的情绪，和我们离婚那天一样，我看不懂。我冲他笑了笑，离开了。我又找了清月，问了他同样的问题。我知道他的心里也有个结，需要我去解开。温柔的人连反应也差不多，他也愣了许久，憋红了脸，也没说出一个答案。我笑了笑，跟他讲了我和萧凡这3年来发生的事，我们是如何相敬如宾，如何分被而眠。我告诉清月，这一生能遇到自己喜欢也喜欢自己的人不容易，让他好好把握。分开之前，清月说他不能对不起我。我笑着说没什么对不起的，我又不喜欢他。这3年只是为了家里的生意，况且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踌躇了半天，清月终于开口，姐，你真的没喜欢过他吗？我摇了摇头，笑着说没有，我们在一起只是因为利益。那年的生日，我许了2个愿望，一个是希望萧凡能爱上我，还有一个是我想去环游世界。第一个肯定实现不了了，我准备去实现第2个。开导完萧凡和清月后，我踏上了旅途。
我去了很多地方，到纽约的时候，清月打电话说她和萧凡在一起了。我笑着说恭喜你们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挂了电话，我去了自由女神像附近，盯着她看了许久。其实我也有偷偷设想过，他们不会在一起。或许一切都是我无端的臆想，或许萧凡并没有喜欢过清月，他只是不喜欢我罢了。但是到了现在，我却不得不承认，我彻底的败了。西河是太阳，是我；清月是月亮，是我的妹妹。我一直觉得太阳璀璨夺目，是世间最耀眼的，连月亮都要借着太阳的光芒。可是最后，耀眼的太阳还是败给了温柔的月亮。我已经忘记我出来有多久了，也忘了我去过多少个地方。我结识了许多朋友，也听了许多别人的故事，我也渐渐平静下来。这世上爱而不得的人似乎也不止我一个，只要他能幸福就够了。我抵达冰岛的那天，收到他们的婚讯，他们的朋友圈里挂着一组婚纱照，我没忍住点开看了。照片上的两个人郎才女貌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婚纱照我曾经也和萧凡拍过，一样的婚纱，一样的动作，一样的照片，但是他们的看起来就是比我们的要好看。或许是因为两个人眼里那压不住的光芒吧。照片上的那个女生长着一张和我一样的脸，但不是我。我来得很不凑巧，这个季节冰岛极光出现的概率很低。我等了很多天也没有等到。萧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裹着厚厚的棉袄，傻乎乎的等着极光出现。他们马上要结婚了，问我去不去。我一口回绝了。你们的婚礼哪有我的极光好看？不去不去。我等了这么多天，万一因为回去参加你们的婚礼错过了怎么办？你赔吗？挂掉电话，我望着光秃秃的天空，心脏没有来的有些刺痛。又过了不知道几天，我又等到了凌晨，极光还是没有出现。但今天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，打开手机一看才想起来，原来昨天是他们结婚的日子，我都给忘了。算着时间，国内现在正好是早晨9点，我先给清月赚了份子钱，等了半天她也没收。我想着不会是这小丫头嫌我忘了生气了吧，只能给她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响了2声才被接起来，是萧凡的声音，很轻。清月还没醒，我了然，清月不是个赖床的人，但是昨天是他们新婚嘛，就难免了。随口闲聊了几句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我好像一直没问过萧凡。萧凡，我很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清月的？给我讲讲，满足一下姐姐的八卦心。电话那头的萧凡沉默了很长一会，才开口说，很久很久之前。有多久？大概10几年前吧。萧凡10岁那年，跟着父亲参加一个聚会，当时的萧家实力还没那么强，父亲跟生意场上的人攀谈起来，就把萧凡忘在了一边。萧凡从小就听话懂事，成绩好，很多大人都喜欢萧凡，拿萧凡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孩子。自然萧凡也引起了很多孩子的不满，趁着萧凡落单，几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围住他，把他带到角落，欺负了他一顿。萧凡不敢告诉父亲，因为知道那几个孩子的父母都是父亲的生意伙伴，他只能拍拍身上沾染的泥土，找了个僻静处，自己哭了起来。他在听话懂事，也只是个10岁的孩子。哭了一会，萧凡被人拍了拍肩膀，扭头看去，是一个比自己矮1头的小妹妹。萧凡赶忙擦干净了眼泪，自己躲到这里偷偷哭，就是因为怕被发现。他有些窘迫，但那个小妹妹并没有在意这些，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糖果，塞给了萧凡。哥哥，妈妈说不开心的时候吃糖就会开心啦。小妹妹的声音软软糯糯的，眼睛弯弯，让人不由得想起了皎洁的明月。萧凡接过小妹妹手里的糖，笑了。萧凡说他永远记得那天，从来都是自己哄别人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哄他。那个小妹妹陪萧凡说了很久的话，奶声奶气的，可爱极了，也温柔极了。也是因为她，萧凡成了一个温柔至极的人。听他说完这些，我愣了许久才反应过来。我问他那个小妹妹是不是清月，他说是。那我和我妹妹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是怎么分出来的？你就不怕认错人吗？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着，手心却沁满了汗水。不会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我随手在旁边的花园里摘了一朵花，戴在了她头上。虽然我们分开的匆忙，我没来得及问她的名字，但回到大厅的时候，我又看到了她。后来我专门找人问了，带花的那个小女孩是清月，所以我绝对不会认错的。我的记忆突然回到了10几年的某一天。我不喜欢大人的聚会，到处乱跑。在一个小角落里，我发现一个正在微微颤抖的小哥哥。我给了他一把糖果，他给了我一朵花。后来怕被妈妈骂，我连他的名字也没问，就匆匆离开了。回到大厅的时候，清月一直盯着我的头发发呆。我问他在看什么，他说我头上的花很好看。清月虽然是我的妹妹，但是从小到大，她从没抢过我的东西，也没有向我要过什么。我见她喜欢，索性从头发上取了下来，插进了清月的头发里。萧凡，其实老公，我饿了。我刚想告诉萧凡，
当年的小妹妹其实是我。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个女生的声音，离得有些远，也有些模糊，但我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，是我的妹妹清月。好，等一下，我马上去给你做饭。我有些疑惑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一直都会啊。我的脑子有一瞬间的空白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会做饭，更没有吃过他做的饭。回答完我，他又想起我刚才没有说完的话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我回过来神，没什么。我想说新婚快乐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对我妹妹，让我妹妹快快乐乐的。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打断你的腿。顿了一会，他说一定。挂掉电话，一阵风吹来，我冷得打了哆嗦。我摸了一把脸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上面已经沾满了泪水，被风吹得冰凉。罢了，人家2个人相亲相爱，我还去掺和什么呀？一个人难受总比3个人难受要好。其实我也想过，我或许该问问萧凡，问问他有没有爱过我，哪怕一瞬，但最终我没能问出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有些时候我的潜意识里总是觉得萧凡可能曾经对我有过心动，或者有过爱，但最终这些都没能抵过温柔的月亮。旁人都以为我大大咧咧，没心没肺，也藏不住什么事。其实他们以为的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但唯独有一个例外，我对萧凡的爱从始至终都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想来有些可悲，这份伤心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和谁说。我擦干眼泪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想来今天也是等不到极光了。正当我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，周围突然传来了惊呼声。我抬头望去，居然是极光。我等了数天的极光终于出现了。看着天空多彩变幻的极光，我突然想起了我和萧凡结婚的那一天。那天的烟花好像也是这样好看。想着想着，我又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因为我想起了结婚那天萧凡对我说的那句话：我会努力爱上你的。小说里的男主对女主说，别妄想我会爱上你。最后他们相爱，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。萧凡对我说，我会努力爱上你的。后来我们离婚了，他和我的妹妹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。我们开始于那场盛大唯美的婚礼，结束于今天这场璀璨美丽的极光中。萧凡，我们终究是错过了。